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上一集我们聊了通用近似定理 Universal Approximation Theorem， 简单说就是只要网络足够大，结构足够合理，那么它就能无限接近真实的世界。这里呢，其实我们漏了一个简单的细节，这个细节就是激活函数。还记得激活函数是什么吗？我们已经提到过非常多次了。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神经元的数学模型。y 等于 f 一个大括号西格玛 i 从0到 n wi 乘以 xi， 这里面 fx 就是神经元的激活函数。刚才提到的通用近似定理 Universal Approximation Theorem 其实是有一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组成神经网络的神经元的激活函数是不可以由一个四则运算的公式来完成的。比如说像下面的 fx 等于 5x 减 8，fx 等于 x 除以 6.2 加17都是不可以的。有没有观众朋友知道这是为什么呢？非常好，已经有朋友回答对了。这两个式子看上去是不是特别像激活函数 fx 里面的那个西格玛的部分呢？不是像，简直就是翻版。如果激活函数就是输入加权求和的翻版，那直接就可以放到括号里面去了呀，只要修改一下权重 wi 和偏置 b 就可以了。具体的推导非常简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试一试。如果评论区有朋友要求，并且这个评论超过100个点赞的话，我就出一个偏外推导给大家看一看。因此，使用四则运算的激活函数本质上并不是激活函数，它就是权重 wi 和偏置 b 或者称之为 x0 的变形而已，直接和没有激活函数实质上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激活函数呢？让我们复习一下之前在讲述神经元时学习过的 ReLU 函数吧。还记得它的全称吗？对的，它就是整流线性单位函数 Rectified Linear Unit。定义是这样子的 ：fx 等于 x， 如果 x 大于0的时候 ；fx 等于0，如果 x 小于等于0的时候，或者换一种写法叫做 fx 等于 max。括号里面是 x0， 就是 x 和0谁大取谁。用大白话说的话，就是它是一个阀值为0的阀门，数字大于0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数字小于0的时候就会被拦截下来。这个概念非常简单啊！大家听到这个函数名字里面有一个线性，是不是就会以为它是一个线性函数呢？是也不是。我们把它的图形画出来看一下，是这样子的。它就是一个贴着 x 轴负数部分的一条直线，在0点的时候突然就横向上45度延伸出去了。0点的左边是一条平直的线，0点的右边是一条斜向上的直线。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超级简单的激活函数，就是在0点的这一折赋予了神经元以非线性的能力，使得神经网络能够去模拟真实的世界，能够识别图像中的物体，能够学习人类的语言。如果没有这个简简单单的一折，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用这样的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网络几乎就是无用的。我们找个例子来验证一下。我们继续去 TensorFlow 的游乐园 Playground， 输入网址 playground.tensorflow.org。 大家有没有看到在网页中间的神经网络的上面有一排可以设定的参数，其中之一就是 activation， 也就是激活函数。我们把它换成 linear， 也就是线性的，在这里它就等于四则运算的激活函数。我们保持它默认的神经网络结构，和要区分的图形，直接开始运算训练。OK， 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分割线只能以一条直线的形式呈现出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无论你选择怎样的网络结构，这条分割线只能以一条直线的形式出现，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使用四则运算作为激活函数的神经网络，对于非线性问题是无能为力的。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神经网络结构，无论你的网络结构有多大，都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就是 ReLU 函数中的那一小小的折，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一切。是不是特别神奇？
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一样，硬币都有它自己的正反面。ReLU 函数有它的优点，也就有它的缺点了。ReLU 函数作为激活函数的优点是计算导数特别方便。导数是什么？导数就是一条曲线上某点的斜率。我们再看看 ReLU 函数的图形，是不是它的斜率一眼就看出来了，算都不用算。当 x 小于0的时候，显然这条躺平的直线斜率就是0。x 大于0的时候，这条向上翘的直线斜率就是1，简单到无与伦比的地步。而且无论你 x 多大，它都有导数，而且一直等于1。简单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消耗的算力低。需要的算力低，那么同等规模的神经网络就只需要更少的 GPU， 更少的耗电，肯定成本也就更低了，商业上就更具有成本优势。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ReLU 函数的缺点之一就是在0点它没有导数，这个转弯转得太急了，所以当 x 等于0的时候，它的导数算不出来，没有。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当 x 小于0的时候， ReLU 函数的导数等于0，导数算不出来，或者导数等于0会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是当激活函数的导数等于0或者没有的时候，这个神经元就死了，或者说呆了，傻傻的不动了，它不会继续学习了，变成神经网络中一个僵尸神经元。至于为什么导数是0的时候，神经元就会变成一个僵尸神经元，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和大家慢慢的娓娓道来，还请大家关注期待哦。但是一个东西是不是缺点，在于你怎么看它，在于你的认知水平。研究发现，人脑中神经网络在同一时刻往往只有 1% 到 4% 的神经细胞是属于激活状态，其他的神经细胞是处在休息中。所以也许在一个网络中就该有很多神经元就是处在休息状态中的呢？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少现在的认知水平我们还不知道。为了弥补 ReLU 函数的缺点，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科学家就发明了很多 ReLU 函数的变种函数，比如说这个叫 Leaky ReLU， 中文的话就叫泄漏线性整流。数学的写法是这样的，当 x 大于0的时候，和原来一样 fx 等于 x， 如果 x 大于0，当 x 小于等于0的时候，增加了一个很小的倍数 lambda， fx 等于 lambda 乘以 x， 当 x 小于等于0的时候，这样在小于0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很小的导数值，里面的 lambda 既可以是一个固定的值，比如 0.01， 也可以是一个两个值之间的随机变量，比如说 0.05 到 0.015 之间的一个值。就是说每个神经元每次的激活函数都是不太一样的，它们的 lambda 值是处在这两个值之间的一个随机值。当然 lambda 也可以在神经网络训练的时候作为参数，在训练的过程中一起训练来确定。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为什么名字加里面有泄漏2个字呢？它是不是像一个盛满了水却有一条裂缝的碗呢？慢慢的水就从碗的这个细缝里面流出来了，所以这就是 lambda 的部分，叫泄漏。虽然泄漏 ReLU 函数弥补了部分 ReLU 函数的缺点，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更像线性函数了，所以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作为神经元的激活函数，这个泄漏 ReLU 函数它的表现就不是特别好了。当然了，除了这种变种，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变种的，比如添加了随机噪音的噪声线性整流ReLU 函数 Noisy ReLU， 将一个 x 小于0的部分变成指数的1路 ELU 一路函数它的图像和标准的 ReLU 函数的对比是这样子的。整条线更加平滑，没有生硬的折点， x 小于等于0的时候情况下也总是有导数可以用，似乎非常完美啊。但是老子德经第72章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么做自然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对，就是算力。算力就是需要更多的 GPU， 更多的耗电，更长的训练时间和更高昂的成本。
好，ReLU 函数和它的变种兄弟们，我们就先说这么多吧。但是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科学家总是要整活的。激活函数的故事我们还远远没有讲完呢。我们再回到 TensorFlow 的游乐场，打开激活函数的选项，除了我们已经试过的线性函数和ReLU 函数，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 sigmoid 函数，另外一个是 tanh 函数。sigmoid 函数中文称之为 S 型函数，顾名思义，它的图像就像一个字母 S。在深度学习背景的圈子里 ，sigmoid 函数往往就是指 logistic function。中文的译名的话就是逻辑斯蒂函数啊，这个译名是真的难听，直接叫逻辑函数不是更好听一点吗？那个 sigmoid 函数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f(x) 等于1加上 e 的负 x 分之一次方。e 就是数学里的自然常数，约等于2.71828。这个函数的图形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它能把输入的任何数字变成一个0到1之间的数字。这里直接告诉大家结论了，这个由逻辑斯蒂函数输出的0到1之间的数字就是概率。比如 x 等于1的时候 ，f1 就约等于0.731，然后翻译成白话的话就是说，如果用我们的水果分类器再做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输出0.731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是苹果的概率是73.1%。现在呢，逻辑斯蒂函数呢，往往是用作最终输出的一层的神经元的激活函数。这是因为如果最终输出的话，如果是一个概率值，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结果，而且对于之后的决策也是一个不错的量化指标。逻辑斯蒂函数曾经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激活函数，因为那个时候人类的认知水平还不够，它的很多缺点还没有暴露出来。比如它是一个指数函数，计算导数的时候就非常的消耗算力。再比如它的函数值不是一个以0为中心的图形，而是0到1，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学偏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另外 sigmoid 的函数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在 x 很大或者负数很小的情况下，这幅图里面曲线的两头就会变得非常的平。非常平是什么意思呢？用数学的话来说，就是导数会无限接近于0。刚才 ReLU 函数是一边是0，而 sigmoid 的函数两边都是0。这个导数是0啊，是一个非常恼人的问题，它会造成神经元停止学习，也就是神经元呆住了、不动了、僵化了。那么学术界呢，就给这个名字，给这个状态吧，起了个名字叫做梯度消失。我们以后还会专门讲到这个问题，这类朋友只需要记住这个名字梯度消失就好了。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接着访问 TensorFlow 的游乐园，和之前2期一样，划分这副蓝点和黄点呈螺旋状纠缠在一起的图形。我们同样用一个2层的网络，第一层8个神经元，第二层4个。但是和之前不同的是，我们把神经元的激活函数改成 sigmoid 函数，也就是逻辑斯蒂函数。我们来运行一下，可以看到输出图形中白线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这就是由于指数函数求导造成的。我们再看看，大家可以看到，至少在这个神经网络结构下，我们到现在为止采用的 sigmoid 函数作为激活函数，到目前为止都是无法正确的给出这幅图形的分界线的。也就是说，这个神经网络其实是比较失败的。那对应的策略是什么呢？吃饱了饭的科学家总是有办法的嘛，对不对？那就是 tanh 函数。读过高等数学的朋友都知道 tanh 函数是以双曲函数家族里面的一个成员，中文名字叫做双曲正切函数。它的数学公式是这样子 tanh 等于 e 的 2x 加1分之 e 的 2x 次方减1。它的图形是这样的，输出的范围在-1到1之间，是以0点为中心的图形。神经元在学习的时候就不会学偏，它就没有 sigmoid函数的那个0到1的问题，它是一个对称的函数。那么另外，它的图形在接近0的左右范围内，比 sigmoid 函数更加的陡峭，也就是斜率更大。
也就是导数的值更大，这样使得使用了 Tench 作为激活函数的神经网络，学习的速度就更快，效率就更高。用商业语言来说，就是时间更少，成本更低。但是大家也已经看到了 Tench 函数并没有摆脱 sigmoid 函数一样，当 x 特别大或者特别小的时候，图形两边的斜率特别小，也就是图形两边的导数趋近于0的问题。对于使用 Tench 做激活函数的神经网络来说，依然会遇到恼人的梯度消失问题。为了验证 Tench 函数作为激活函数的神经网络，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前2集的一个例子。那么再次来到 TensorFlow 的游乐园我们选择这个螺旋形的图形作为输入，然后设置2层的隐藏层，第一层是8个神经元，第二层是4个，然后运行。这个输出的图形也是比较慢的，就是因为 Tench 是一个指数函数，它的求导需要大量的计算。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输出图形中黄色区域和蓝色区域和输入图形的螺旋形点阵中的蓝点和黄点逐渐就匹配上了。虽然不是特别的尽人意但是比用 sigmoid 函数还是好很多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2张最后的图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这2者激活函数的差距了。当然，激活函数的种类还是有很多种的，不过最重要的几个我们今天已经涉足了。意犹未尽的朋友可以自行去查阅资料。一般激活函数呢都不是特别复杂，很好理解。因为太复杂的话，资方也买不起算力，对不对？下一期我们会换一个角度，了解一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有哪些不同种类的任务，它们之间都有哪些区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